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最打鸡血的预言。在华人基督教世界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预言，在末世到来之前，基督教会在世上再一次的复兴。而这一次的复兴不是出现在世界的西方，而是出现在世界的东方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华人基督世界的复兴。而这一次的复兴不仅仅会改变世界，也会让华人基督徒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。福音将从东方传回耶路撒冷。华人基督徒不仅要向传统的欧美国家传福音，还会向全世界人民传福音。上帝会兴起很多的华人基督徒和牧者，他们作为最后一代的使徒和先知，来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。您是不是听得热血澎湃呢？其实当我每次听到华人基督徒传讲这些的时候，内心也是会激动的。特别是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大牧师也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总是感觉一幅壮丽的景象已经出现在了我的眼前，甚至末后的大灾难都显得暗淡无光。华人带领世界人民最后走向天国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直到有一天，一位牧者将我从美好的愿景拉回到了现实的世界，我才发现是时候需要说一说华人世界里的这件事情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预言呢？长久以来，我们一直都听说这样一件事情，就是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已经整体的败坏了，欧洲沦陷，美洲沦陷，非洲走偏了。欧美很多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已经不是基督信仰了，正如500年前马丁路德和天主教皇相互诋毁一样。今天很多华人牧师谈起欧美国家的基督信仰，同样是嗤之以鼻。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，华人基督世界的复兴好像是打了一针兴奋剂，让许许多多的华人基督徒为之振奋，好像我们才是末日的救星。原来神给我们安排了如此重要的职分，原来拯救世界的重任并不是洋人，神最终选择的是华人。虽然华人基督信仰的起步晚，但有很多的神的仆人已经在欧美国家完成了装备，现在的世界已经属于他们了。在这里确实要说明的是，的确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，有大量的华人传道人在欧美传统基督教国家进修，这些人成为了当今华人基督世界的中流砥柱。他们或是在欧美国家创办华人教会，或者是回到故土来传扬福音，似乎给人一种西方国家2000年走过的路，我们几十年就走完了。甚至现在并不是齐头并进，而是逐渐超越了。华人教会不仅指出欧美国家教会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传道人也开始更正欧美国家大牧师的错误讲道。当然需要承认的是，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传道人，无论从知识还是造诣，的确是出类拔萃。听他们的讲道和课程，确实受益匪浅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也许是我根基太浅，知道的太少。总之，觉得这些传道人起码半只脚已经跨进了天国，而我自己却还没有走上正路。不过时间久了，总是觉得当部分华人牧师数落西方基督教的时候，这样的故事情节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们知道，华人世界中影响较大的宗教是佛教，而佛教是一个外来宗教。之所以佛教能在亚洲各国如此兴盛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佛教能够最快时间地完成本土化，而这种本土化非常贴近本地人的传统习惯。华人世界里自古以来都觉得我们才是世界的中心，算是一种先天的优越感吧。
自古以来都会编织一些振奋人心的故事，比如《封神演义》中提及的佛教，本是由准提、接引两位道人所创立的。言外之意，虽然佛教现在的影响力较大，但祖宗还是我们道教人士，道人才是统一天下的祖宗。又或者说，大清王朝的时候，满人统治了整个华夏大地，作为汉人，自然心里不是个滋味，所以民间也开始谣传乾隆皇帝其实是个私生子，而且还是汉人的后代。其实就连基督教，我们的老祖宗也曾经动过心思。明朝编写的道教经典《历代神仙通鉴》中，就将耶稣纳入了以大中华区为主的神仙体系。神仙体系中最高的神仙自然是我们华人的神仙，耶稣和玛利亚等则是次一等的西方神仙。总之说，华人文化可以海纳百川也好，说华人文化不拘小节也好，不管你哪儿来的神仙，到我这里就是比我低一个档次。我今天不是指责我们华人牧师在欧美国家面前不够谦卑，因为我们骨子里的骄傲是有一定基因的，一个民族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。以色列人的倔强和顽强在圣经中是有描述的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400多年时间里，还能保持着旺盛的生育率。到了今天，以色列国被周边国家轮番骚扰的情况下，仍然生机勃勃。而圣经中那些不断与以色列交战的国家，到了今天依然在非常混乱的文化中生存着。虽然华人世界已经被基督文化所启示了，但是今天我们依然改不了自高自大的习惯。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基督文化在复兴？我们有什么成就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很坚固？很多时候，华人基督徒仅仅生活在主内的小世界里，对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，生活在基督教已经在我们中间复兴的假象之中。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及福音要从东方传回耶路撒冷，也没有提及有一天由东方来的门徒要向西方传讲福音。我们不能因为一句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，就说福音要从东方传回西方。你所听到的这些预言都是人说的，不是神说的。即便有牧者说亲自领受了神的启示，那也是神对这位牧者的特别安排。我们要知道，华人基督教仍然处在一个非常稚嫩的时期。华人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，根据不同机构的统计，不过是2%到5%不等，与全球基督徒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/3还有非常大的差距。我们凭什么认为华人基督教就复兴了呢？我们不能因为有那么几位出名的大牧师，有那么几个兴旺的大教会，就说我们有能力给英国人、美国人传福音了。大多数的华人群体里，福音仍然是一片荒芜之地。看一看网络上动辄几百万观看量的异教影片，我感慨的是，华人基督徒并没有准备好去影响世界，反而逐渐地被异教文化所吞噬。自2019年开始的全球疫情，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全面恢复，但遗憾的是，华人基督徒有超过30%再也没有回到实体教会，很多地区的华人基督徒人数呈断崖式下降。我们没有理由说这样的现状就算是复兴。长久以来，华人基督徒的圈子也是封闭的。之前有朋友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说，有教会要求会友不要看电视，不要看报纸，不要触碰政治，不要和不信主的亲戚来往，孩子也不可以和外邦人的孩子玩耍。其实这一类的基督徒和教会我也遇到过，甚至可以说这一类的基督徒有相当的基数。曾经有一次与一位牧者谈话，
这位牧者告诉我，他的教会是不可以谈论政治的，因为曾经有一个教会的会友，因为分别支持不同的政党，最后导致了教会的分裂。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遍圣经，其实都可以明白，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基督教什么时候成了闭关修行的宗教了？耶稣都可以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却要敬而远之的吗？我们习惯了以讹传讹，我们习惯了牧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我们习惯了不加思索地相信网络上的只言片语，我们却从来不曾想好好的研读一下圣经。虽然圣经的启示很多我们还不能够完全领受，但我们可以尽可能的知道多少就领受多少。圣经以外的书籍、影片可以作为参考，但前提是你还是要研读圣经，这些额外的东西才会对你有帮助，否则你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。当然，作为我们这些来自东方的基督徒，的确是想在末后的大时代为主做更大的见证，但不能一厢情愿，人云亦云。我们还是要仰望圣经给我们的启示，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，不要再被那些打鸡血的预言所影响。最后，我们来分享马太福音第7章第1到第8节。不可判断人，免得你们也被判断。你们怎么判断人，也必怎么被判断。你用什么标准衡量人，也必照样被衡量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目中的木屑，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弟兄说，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？伪君子啊，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，才可以看得清楚，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，免得他们用脚把珍珠践踏，又转过来猛视你们。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